我们现在人在日本的东京，这里是新宿区。如果您也想来一场与众不同的旅程，邀请您安排一场富士山的露营。除了可以陶冶一下身心灵，还有令人羡慕的打卡拍照点。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第一则留言哦。天气非常好，但是不会很热。这时间呢，非常适合来看房子。我们今天就是跟朱莉小姐约了在新宿这边看她的一个管理的物件，应该是已经做成。我不知道是怎么，反正就是有一栋楼，然后里面有很多间 ELDK， 就是一房的。今天听说就是有一间要退租，因为大家知道日本的租约呢，你一旦租给他，你就不可以随便把他赶走，所以要等他搬走。你搬走，你才能够把它改成民宿，或者再租给下一个人。你不能随便调整房租。然后你也不可以随便把他赶走。今天这个听说是要搬走，那他搬走了以后，朱莉才可以把它改成饭店或民宿。所以我们就实际到现场去看他那个房子的现况是怎么样。那请他分享怎么操作这一块。那我就直接走喽。好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是 Rafael 的一个评比它是我们在这里就遇到我们的好朋友朱莉。哇塞，这一栋楼一整栋所以现在上面都改成饭店了吗？目前现在有3间2间退租正在装潢，然后呢1间是就是已经上线。所以已经有做民宿或饭店的使用了啦。那其他的是做长租嘛？对。然后现在应该有可以看吗？今天可以看吗？好啊，那我们直接进。日本人退租的房子是长这样。日本人，所以这个是日本人刚退租了。对。OK。烟味这样。日本人很爱抽烟呢，来，跟着房东太太来这边。灯没有。对，因为可能他就是他停掉嘛，他那个退租派会停电。所以不用拖鞋是不是？不用拖鞋。然后你看那个房子都被他弄得黄黄的。他可能住很久了啦。住很久。那个发霉了。然后。没有，他抽烟呐。抽烟。对。这间还蛮大间的呢。大间的。1LDK 还前后阳台。对。这边这也是一个阳台。对。然后我们已经请业主估了，就是大概原装恢复，因为我们也。等一下，你说请什么估了？业者。就是清洁的、装潢的。对，然后就是壁纸要全换，然后地板打蜡。地板打蜡，这边地板打蜡。打蜡就是重新擦过打蜡。然后壁纸全换，然后就是该做的清洁都做这样子。然后那个炉要换。然后马桶也要做这个木质马桶。所有的就是全部更新。对。这样子估价差不多多少钱？差不多快50万。快50万，那也还好，50万差不多10万台币，整间壁纸、地板全部，然后马桶什么的重新装潢、重新弄对，地板的话呢就是不换过，因为它这个是很好的地板。木地板，实木的。对，所以就是会清洁打蜡。好，因为这房间真的进来就有很重的烟味，所以一定要处理，你没办法这样子出租掉。但在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日本的1K的套房或 ELDK 套房很多，那种单身公寓很多，所以对于日本就是换房子，每一个就搬走一定要请业者来做这种处理吗？还是说屋主自己扫一扫再出租掉？没有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因为我们要做旅馆嘛，所以我们就是花钱，我们不像就是说要赶你走，就是提高房租。我不做这样的事。你说那个中国的，对，我不做这样的事。中国的屋主，所以我们是跟他谈，就是说，我付钱，你要不要走？然后里面的清洁，里面的东西就我们做。不然本来应该是
他们要做租客要搬走之前要请业者来帮忙整理，对不对？对，但他付钱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他抽烟把这弄成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原状恢复他要做的。有一些发霉的地方，有些东西坏了，他必须要做。那他会觉得说，哇，我做这个要花50几万，然后你又愿意给我钱，所以他非常的乐意走。所以你又付了多少钱请他走？算几个月是不是？对，他这个租金大概7万块嘛，我们大概付了5个月左右。5个月，然后因为好像我看有一个数据，就是日本人搬家的成本，还要什么中介费啊什么的，大概就5个月，5个月的成本啊。对。那5个月你又帮他处理这个房子，他又可以换一个新环境，有些人就觉得 OK。对。所以我们就是良心业者，做该做的事情，而不像那些老鼠屎。他真的这个让他们就是因为做了这件事，让我们现在很多中介业者就是会有一些。你们现在等于说你们也遭殃啦，你们要去申请啊，要干嘛？你还被邻居讨厌被知道说这一间是拿来做饭店、做民宿的。对。那邻居的这个就是整个媒体就是那个印象非常不好，渲染的。对，好。但是现在如果说我们是以台湾人来这边买房子，然后要来做民宿也好，或者是出租，你的建议是怎么样呢？像这个是一整栋楼都是这种 1LDK 嘛，一房的。那像这种的房型，是不是你们现在比较推荐啊？推荐，其实2LDK 也蛮好的，一房或2房都可以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大概就只能人数2到3个人。但是我们也是有它的头号在。那如果说那种2LDK 之类的，它可以进来更多人，那我的这个单价就可以提高。所以其实都能做，也不是说不能做。那因为这个东西，但是整栋楼有那种整栋楼都是2LDK 啦。也没有说就是它有分有3LDK，整栋楼它的设计跟设计有关系。可能低楼层是1LDK，然后中楼层是2LDK，高楼层是也有这种。对，也有这样。整栋买下来再来改成，就是慢慢退租，像你刚刚讲的，可能一个一个请他走，跟他沟通啊，或者是他自动退租，你就不用再付这一笔钱。他走了以后，我们再一间一间去改成饭店。对，所以它不是一整栋去申请，而是一间一间申请。对，一间一间申请一间一间申请。但是这个说真的，对我们业者来讲，其实不太想推这样的东西，真的是非常的繁琐，事情非常多。你不喜欢推，那怎么做？不喜欢推，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是得做嘛，因为我们就是饭店业就是这样，没有物件可以让你选择。你比较喜欢推那一整栋一起申请的？是啊，当然，但是没有的选择嘛。而且其实你买这个房子里面如果有租客，像是有租客。是业者要去帮忙沟通，是不是？说你们可以搬走。当然，就是我们沟通。你还帮忙处理这个，对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来日本要买这种一栋楼，然后里面一间一间的像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委托你来帮我们处理，甚至跟这些屋主就租客在里面已经住了可能几年的时间了，帮忙沟通，请他们搬走，然后再一间一间的去申请饭店。然后这种房子也比较容易贷款。因为里面有租客，其实里面如果空的去申请贷款比较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里面有租客，反而你比较容易申请贷款。贷款申请到了，会不会这个租客走了啊？或者是你要申请饭店，银行又跟你抽银根？不会我想说，这个地点那么好是不会。你是空屋，他也不会说不贷，他只要看地点，看这个价值，他还是愿意贷，就看条件而已。对，那只是他有租金收入，他就是可能贷给你的成数会更高，比较高。OK， 好，然后就是整个都弄到好，牌也请好，再请你们委托你们管理，是用拆账的吗？是用拆账在 Airbnb 上面上嘛。对，因为它是饭店啊，因为各种平台都是 Booking 啊 Hotel.com 都可以。对，哇，太棒了那这样子，这就是平时多数的房间拿来做民宿、做饭店，可能你可以留一间自己用这应该很多人喜欢这种模式哈。应该最近有一些人问的都是这种。对，然后问一问，这个马上就被抢走了，这个所以动作要快。现在你那时候几个月前还有1亿多的，现在没有1亿多，大概就2亿。现在要2亿才有。OK， 好。那如果说你最近想要来日本投资这种一栋楼，比较省麻烦，因为一栋楼你没有什么修缮管理、修缮基因啊、管理费，没有什么管理组合啊，跟邻居啊这边扯东扯西的，没有这些问题。然后你的收益率
也会比一般的曼熊去长租好很多，所以其实也可以考虑这种模式啊，这种方式直接买一整栋啊，到时候要卖要处理也比较它算是一个完整的资产，比较容易处理。那我们今天感谢朱理的分享。如果你最近想要来这边买这样子类型的房子或物业呢，也可以跟朱理联络哦，这边有他的联络方式，直接扫他的 QR code 或见第一则留言处啊。如果是直接要来东京这边看房子，也可以请朱理帮你安排哦。第一则留言有他的联络方式，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一起支持真心话。我们今天感谢朱理的邀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如果你正计划来大阪旅游，那你可以选择 Ruby 他们公司的民宿，这里有一个像家的客厅，还有像家一样的餐桌，可以去超市买和牛回来煮，还有帮你洗屁屁的免治马桶，有洗衣机，出门不用带那么多衣服，体验正宗日式的房间。欢迎来找